些6星角色头杯塔池结束即反转。1. 梅兰妮作为首位登场的伪限定角色，在当时装的 1.1 版本，很多人都在下意识的拿它与太傅大西百夫长对比。相比太傅时简单粗暴的百夫长，那时的断药伤害需要软击，灵术循环特，暴击属性偏低，同时他还吃到了塑造提升度的大，版本福利一般的推。这些场外因素也对他的风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从而让玩家忽视了对到优秀的长线作战能力和极强的突然动能性。所以在 1.1 版本，梅兰妮也被定性成了灵术不如百夫长、红弩箭的普通主 C， 但在后续版本，梅兰妮最终还是靠极强的数字证明了自己，成功跻身为1999指定第1长线最强东间大神。不仅灵术就能化身乌兔图指定大爹打乱杀，甚至在机制严重受限的中毛邮报，梅兰妮也能套苏斗牙打出3S 级评分。只要未来继续出10回合以上的长线战斗，梅兰妮的输出还会继续一骑结存，遥遥领先。可以说，除了例会对颈椎不好外，完全没有任何缺点。所以这次福特凑对到小半，期待弹幕上偷的1吧。2. 皮特勒斯，这位正是这样级真正意义上的头杯大反转。因为 1.1 版本距离太傅不远，玩家对牌权的理解还不够，敌人的数值也不算太高，所以当时更流行不带奶直接力大专飞的双核体系。像皮特勒斯这种需要蹲坑留牌，容易塔手发呆，同时还对练度有一定的要求的副吸辅助，就非常不受大伙的待见。而且那时的9宝临近下活，有不少人担心下活可能会出现全新的限定大吸，所以那时斗着主流论调都是平平无奇的下位安安，只有少部玩家判断皮特勒斯是一个范围性极强的通用辅系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。但塔池刚结束，斗者风评立马就反转了，所有人都意识到他其实是一个长线出众，同时启动和爆发能力也颇为不俗的全能辅助。而当时一直吐槽的蹲坑玩法，也成了斗的不讲牌权还不推伤害的一大优势。目前几个强力队伍梅斗牙、新斗牙、苏斗塔都有斗子的身影，甚至有些端塔里还会出现西不如斗的神奇场面，斗子 YYDS。3. 牙仙，相比前2位，牙仙姐姐在动态遇到阶段就凭借刀队的奶妈加增伤定位，让不少人对她期待拉满。不过在牙仙时装后，她的风评里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，比如东基奶身板脆、整虐菜、东间能力不足、灵术不好对轴等等。但只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，牙仙就凭实力让这些言论不攻自破。她不仅奶量爆炸，同时自身伤害也非常充足。此外，她还具备明媚的增伤能力，是真正的10项全能，能打又能奶。更别说灵术即可用，价格极其亲民了。除了完全不需要奶的场合，牙仙都可以无脑上场，甚至恨不能4人2的来用。所以错读牙仙的小板现在后悔了吗？4. 解析塔，小鹿12时点阵感觉就是伤害不如胡继琛，配对当需舒服比，但是塔池结束了，他的头杯完全反转。大家都发现不是小鹿当需舒服比，而是舒服比离不开小鹿。小鹿不仅能对单追伤，还可以全腿断毒，单飞的情况下，只要队友能帮助触发夜色，就能轻松打出爆炸输出，完全足以应对当前的游戏环境。如果体系完整，苏百鹿更是能脚打生免域，而且他灵术机制完整，练度拉满，但是贪争现段平民最强主 C。抽到小鹿的小伙伴，请把真香打在公屏上。5. 中毛沙粒，由于人设优秀加上剧情吸粉，大叔的风评一直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过当上线时，还是有不少唱衰的声音。主要是中毛的塑造提升较大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灵术不算好用。此外，和大叔定位相似的柏林移动不仅输出同样优秀，还有超刀的持有率优势，这也让不少玩家认为大叔充其量只是的兽系下位柏林。但就在大叔塔池结束时，他的分屏再度反转，不仅灵术辅助能力追平满速柏林，2硕伤害和梅兰妮不分伯仲，而且在5回合内的 Rush 场合，大叔爆发2连都是对单超越百夫长，对群超越魏秀台，直接豪取第1。而满速大叔更是在带走对面的同时，顺便带走了玩家的大脑，堪称独一档的存在。强大的塑造提升也让大叔的塔池流水超越了牙仙。6. 加拉波娜，刚出道的波娜姐可以说节奏不断，饱受诟病。它不仅有较为复杂的追击机制，而且技能相对推了不少倍率，还会吸血和生存战魔。不少人都认为它可以去和红弩箭竞争1999坠落主 C， 甚至有温妮就完全不用抽波娜。但迟早还会结束，波娜姐终归是不负众望，向大家证明了虽然是1999对单第1大 C。即使没有其他强力6星辅助增伤，但只要理解了机制，波娜姐自己带级的东巨人就能血吸，3土星追击纳下的伤害更是瞬间爆炸，而且有生存有输出，灵术就是完全体。大波老师灵术的神。